回家。嗯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打车呢。我有事跟你商量，我又吃不了你。你跟舒心都聊什么了？没什么呀。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就算是医疗纠纷，双方也能心平气和的解决，更何况是你们呢？当初我跟舒心，不管是谁主动，错都在我。这个错我担。磊磊落落，挺好。我就是一只苍蝇，就那么巧，偏偏面前有颗蛋，偏偏蛋上有条缝，偏偏我又看见这条缝儿，我就落上去了。行了，不管是你们俩谁的问题，这事儿都翻篇了，老提这事儿就没意思了。我问你，你喜欢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吗？啊？你不喜欢，你还不说，我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。这就是我们俩最大的问题啊！当然啊，我也不是没有问题。郭靖呢？他会说吗？他不一样，他什么都说，好的坏的，他全都说，除了撒谎，他不敢。嫁给他之前，我就跟他说得很清楚，有什么话都要说出来。以前摔过的跤，我不想再摔一回。他跟我是不一样，我看得出来。他是不一样，他拿我当心脏，我这边不跳他就得死。我说这话倒不是显摆，我离过一次婚，所以我活明白了。这两口子过日子啊，就像钓鱼，一条鱼钩配一条鱼，要是钓错了还得再进水里。好在我这次是愿者上钩，我钓对了。谢谢。我应该谢谢你，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和你说声对不起。还有，那天我不应该骗你说去天津出差。这事儿已经翻篇了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再见。黄蓉，怎么了？有件事情，我一直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当初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要不是我看交班表，我都不知道你来。我这不是刚住进来，还没来得及找你们。你怎么困成这样？昨天没睡好啊？别提了，我最近天天失眠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你怎么了？
要给咱做什么好吃的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别等我，自己先吃，对吧？我要是下班晚了怎么办呀？怎么了？菜全糊了。我爸的手艺不应该啊。哟，姑奶奶，你做的？啊？第一次做就黄了，都没信心了。这告诉你啊，这根本跟你没有关系，主要是你这个名儿啊起的不好，是不是？王部主任，就算你把盐啊、糖啊都放反了，今天老子也给他吃完了，行不行？嗯？你有心事？我今天跟舒心聊了一次，那肯定是一笑泯恩仇了吧？怎么说呢？想恨我也恨不起来了。我不是老跟你说嘛，对吧？时间就像块抹布，时间会抹平一切的。下来了，下来了。不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长风痰了？不会吧？啊？没有啊，你多久没得荨麻疹了？那我吃什么过敏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过敏不可怕，我最怕的是什么呀？最怕你跟舒心一言不合吵起来，俩人再干一仗。你说俩女人打架多可怕呀！我至于吗？我，行不行？急诊科女大夫情绪失控，大战情敌，先住院患者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种八卦我保证天一亮大家都知道了。冷锅冷灶有什么好吵的呀？又不是当初油锅见了火。你要是给我把刀，我能把陈峰那孙子给剁了。你这么说，我也觉得凉飕飕的。敏感不是坏事儿，我就不像你，什么第六感、第七感，我通通都没有。当初要不是你，我估计啊，我现在还蒙在鼓里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猫腻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天生的吧，我天生可能这方面比较厉害。你是最希望盼着陈峰出事的吧？我跟你说，天底下只有我是最希望陈峰对你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爱你，他是我爱的人的老公，就是因为他是你老公，所以我才能发现这些事情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哎，陈大夫，吃饭呢，有事找你。啊，坐。没什么大事，我们那有一个产妇啊，摔了一个跟头，掉了半颗牙，一会儿你帮着去看看呗。没问题。你先吃啊，不着急啊。挺香啊，黄龙做的。啊。这是我第一次下厨啊，你要是吃不完的话，你就惨了。我吃完饭过去找你。我知道那个红女性。我不能捕风捉影，我也不会给他造谣，我更不能让你这个小家就这么崩了。但是，
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吧？其实我特别怕碰见他们，我每次碰见他们，我知道的就越多，我知道的越多，恐怕这纸就包不住火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昨天晚上？你再说一次，快发给我看看。哎。你这下夜班还是上早班啊？你别不理我，你说咱们又是同学又是同事的，说两句话怎么了？你小气。我上早班，多跟你说一句话，迟到1分钟我都得写检查。上早班怎么不在家吃啊？陈峰不在家，我随便早饭对付一口得了。他是不是一夜没回家？他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天津会诊，不是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走了。他没去天津。花荣，花荣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啊？花荣，你干什么啊？花荣，别着凉了。没事吧？看不出来啊。不是你别生气，你这时候更得冷静，万一是个误会呢？你日后不好收场啊。你没事吧你？还有什么日后呀？我一进去地下1避孕套，我对橡胶过敏，还有什么日后呀？走吧。在这种时候，我就更得把真相告诉你了。我不能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情，而你还蒙在鼓里。平时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？他手心从来没有出过汗，按正常人来讲，他算是出汗少的。除了刚才说的那些药，你还吃过其他别的什么吗？其他的好像没有了吧？哎姐，会不会是因为怀孕之后的心理变化造成的？哦，再把你的病史从头至尾，一点也不落下，给我说一遍。想想细节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有些看不清了？看得清吗？再看。这是病人的最新心电图。从心电图上来看呢，病人的心脏是正常的。很多焦虑症患者发作都要到心内科看急诊。虽然症状看着严重，但是检查结果都没什么大碍。病人的主诉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咱们就先观察观察看，好吧？谢谢姐。你今天晚上要是不回家，我就跟我姐回她家住了啊。跟你说话呢，想什么呢？你觉没觉得
舒心的皮肤比以前糙了好多啊。哟，看得够仔细的。不是，这时间就像一把小锉子，再娇嫩的皮肤也禁不住这来回的锉，这正常。你觉得有可能是焦虑症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他说他压力大，为了解压要抽很多的烟，一天至少3包烟。可他是个护士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他是口腔科的护士，他问诊的时候离病人特别近。他如果一天抽那么多烟，他身上的烟味，病人会受不了的。我听别的同事说，陈峰他们诊所生意还挺好的，每天人满为患。你说这么大的工作量，就算病人不介意，他哪找那么多时间抽那么多烟？对呀，那他为什么要撒谎？不知道。他那么想要一个孩子，就吃了一点戒烟药，量又那么少，所以他现在情绪那么的悲观。这如果换了是我，有1/1000的可能，我也要争取的。除非他吃的不是戒烟药。那是什么呀？哎，你想到什么了？平时抽烟抽了很多，都抽多少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用过的戒烟药，用量是多少？成分是什么？在哪儿买的？谁推荐给你的？这些你难道都忘了吗？郭靖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黄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这么说是在针对我吗？你平时也这么激动吗？咱们现在是医患关系，如果你想尽早出院的话，你就要把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。人有时候真的不能撒谎。他说他大量抽烟是为了解压，但他并不知道抽烟并不能解压。那他的压力是什么呢？是怀一个孩子？是不可能的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看下面。你怎么了？别提了，我天天失眠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最近有事儿啊？那又要考执业医师，诊所的事儿有一大堆，家里还有装修，所有的事都赶一块儿了。你一个护士，你考执业医师干什么呀？一个护士，在完全没有理论底子和临床经验的情况下，从零开始，心力、智力、体力缺一不可，这种难度实在太大。舒心还是陈峰口腔诊所的老板娘，杂事缠身，她的注意力很难持续而高效地集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抽烟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，除非是药物。我们先来假设，在某种情况下，经人介绍，舒心用特殊渠道购买和服用过这种药物，以此来让自己高效的而不知疲倦的工作。服药之后，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专注，这种药物的效果让他欲罢不能。如果我的假设没有错误的话，这就可以解释近期他出现的一系列的副作用，比如失眠、焦虑、眩晕、恍惚，看得清吗？情绪起伏、沮丧，甚至有抑郁症的前兆。单纯的戒烟药、单纯的戒断反应都不会让舒心出现这么多的症状。这一系列不良反应的症状，倘若一一对应，舒心所吃的就是最近新闻频频曝光，甚至很多家长给高考前的孩子都会购买的聪明药。你好，您的快递。是我的。谢谢啊。传说中的聪明药并不会让人变得聪明，而是治疗相关疾病的中枢神经兴奋剂，是治疗儿童注意力缺陷的神经类药物。服用之后可造成兴奋过度，引起嗜睡、心慌、心跳加快、失眠、恍惚等副作用，严重的会影响中枢神经，甚至狂躁、幻觉和崩溃。
因为管制，舒心只能用非正规方式购买，药理复杂，渠道混乱，这么多纷乱的因素卷在一起，险些害了他。前2天我在门诊见了一个跟你吃一样药的病人，症状都跟你一模一样，唯一不一样的是他坦诚相告，而你选择了隐瞒。舒心，我是你的责任医生，我有义务把你治好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坐。真的？你说人为什么要撒谎？撒什么谎？人人都撒谎，人人都有秘密。是啊，你见过没撒过谎的人吗？你见过没有秘密的人？我就没有，我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谈。你能吗？我能啊。反正我最讨厌别人骗我。没人骗你，你说你那么聪明，就算陈峰这么小心的人，不也被你发现了？放心啊，根本就没人骗你。有件事情，我一直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当初大夫，刚下夜班啊？啊，最近夜班比较多。你来那么早啊？我调住院部了，今天上班第1天。哦，妇科。哦，那挺好的，轮班还多呢。哎，黄大夫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黄蓉啊？啊，挺好的。他最近没出血吧？出什么血啊？入院走医师，3个人里头一定一个，根据他们的业务和口碑以及经验程度。这3个人我都比较了解，我个人的意见，快来吃饭。我虽然第1次给你做饭，做的不怎么好，也算是个进步吧。坐下吃吧。你怎么了？我有事想问你。正好，我也有事想问问你，女士优先。你是怎么知道陈峰和舒心他们住哪个酒店的？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？啊，我有一个同学去参加那个口腔论坛，无意间拍了照片就发给我了。同学无意间，姓名、电话、医院科室，咱们的同学圈就那么小，你跟我说说是谁，我打电话问问他。我就是觉得奇怪，你说舒心她一个护士，她怎么知道医生的论坛？是她安排的，提前策划好的，是吗？不是她，那是谁？谁会这么好心给舒心报了名，让他们有机会彻夜厮守？不是陈峰，
也不是舒心，是你吗？你是怎么知道我跟舒心在哪个酒店的？我还真没想过这个事情。看来还真是过境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是你那个热心的丈夫，咱们俩不一定会走到今天。你是产科大夫，你怎么会第一时间知道他们在口腔论坛？你别跟我瞎扯，什么同学无意之间拍到的，你一直都在关注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查过你们科室的值班表，出事那天晚上，你和曾黎都没有夜班，你们两个凑在一起干什么去了？我们是那天早上你带我去酒店，你问都没有问过前台，你怎么就提前知道他们住在哪个房间？你是提前打过电话去酒店，还是提前就预感他们两个会出事儿？你到底听谁说了什么？那天早上，你一直劝我要冷静，不要冲动。我现在特别冷静。我来跟你说个故事，你听听看，我的这个版本和你的版本，哪个更真实丰富？哪个更叫观众喜欢？你从非洲回来，就一直开始关注陈峰和舒心的行踪，因为你们在同一个医院工作，所以你很容易拿到他们的值班表。别闹，早点睡吧。挂了挂了。医生跟护士可不可以固定搭配？可以固定搭着，熟了就都搭着呗，科室自己定的。咋了？你要搭谁？你有没有办法让陈峰跟舒心一直搭配在一起？你开始密切地关注他们两个的行踪，想要找出他们两个出轨的证据。来，我帮你了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叫你失望的是，虽然陈峰和舒心看起来暧昧，但他们的互动都是同事之间正常的接触。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亲眼看见陈峰和舒心他们在车里抱在一起，零距离的窃窃私语。毕竟他们两个在车里聊了很久，你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散播了出去。这种话长着腿，很快，整个医院都传遍了，什么版本都有。流言蜚语就像长了一双手，他推着陈峰和舒心继续往前走。口腔科里的陈峰和舒心两人在停车场车里头，这是你们不知道啊，都让人给拍下来了。真的吗？这还不算，你和曾黎还挖了个坑，设了个局，考验的局，让陈峰和舒心暧昧的情愫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。敢不敢打赌，马上就要出事？出什么事儿？说说。2天1夜，给陈峰跟舒心报上名。口腔医学新进展报告会。哦，这种论坛谁都可以报名。你的意思就是把陈峰跟舒心的名字都报上，到时候主办方给他们发消息。那他们俩去的话，你怎么敢保证他们俩会干柴烈火呀？别着急，到时候就知道。房间的鲜花和浪漫的红酒，那不是主办单位的标配，是有人匿名提前送到房间。我完全能想象到你当时有多兴奋。不要写卡片，也不要写名字，一束鲜花，2瓶红酒，让服务员放进房间里，其他你就什么都不用管了。我说明白了吧？好，谢谢。花和酒都是催化剂，我不能说没有这些东西，陈峰和舒心就不会出事。虽然过程一波三折，但最终的结果，你还是赢了。
爷爷带你去玩太空沙，你说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就是啊，然后带着妈妈一块去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哎呀呀呀，天儿挺热的，穿这么多，抓紧脱掉。老寒腿了，不捂着裹着那不行啊。谁说你呀？我说你孙子，天儿挺热的，再捂出痱子怎么办呢？快点把小夹克脱了，老子。那姐你摸一下。嗨，你怎么这样？不让摸一下的都。老郭啊，知道的你这是好心，不知道的以为你这是人贩子抢孩子呢。我们家孙子的冷热，那我知道，你不懂。你看看驴肝肺全你这模样的。郭靖小的时候，他要这样捂紧了的话，那屁股上全长红疹子，你知道吧？我帮他弄一弄，我帮他弄整理，我脱一下。别，提了一下牛仔裤都不让提了。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啊？你怎么还上手呢？我告诉你，不脱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嗨，你这，哎，你呀，话怎么那么多呀？啊，你真要想管呐，让你们家郭靖给你生一个，管自个儿孙子去啊！走，走，咱回家啊！花和酒都是催化剂，我不能说没有这些东西，陈峰和舒心就不会出事。虽然过程一波三折，但最终的结果，你还是赢了。没想到你这么浪漫。如果我说这些花还有这瓶酒都是主办方送的，你信吗？你说我信吗？你信不信？我怎么知道？整件事情你都知道，你处心积虑地挖好坑，设计好，你推着他们往里跳。郭靖，我说的这个是真的吗？宁愿相信别人说的这点破事儿，也不愿意相信我。舒心说他不是主动的，就他最不地道。陈峰说他是被勾引的，人人都说自己是清白的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就算他们不清白，就算他们心里有鬼，如果没有这次论坛，如果没有这个机会，如果不是你亲手安排的，他们也不会出事。红酒、鲜花，共处一室的浪漫，老天爷都不会这么安排。什么红酒啊？什么鲜花啊？我不知道，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，我跟你说没说过？结婚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？我说你怎么样都可以，你就是不能骗我。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怕这个。我骗你什么了？你说你骗我什么了？你要是真仗义，你就应该第一时间提醒我，而不是等第二天无法挽回的时候。而且这个局是你一手策划的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事跟我没有关系。那是谁？家事我们放在家里去说。不，就一句话说完就走。孩子啊，试管婴儿的流程我都打听着了啊，可是黄蓉她不肯点头，那您就劝劝她，这事儿就成了。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有自己独立的思想，我劝不了。也不会去。为什么呀？你要是问为什么呢？你和我们两个人就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。我们两个是无法交流的。
你明白吗？这嗨，不就生个孩子吗？连古文都扯出来了。我看老吴也是把你惯得够呛的。要换成我老婆的试试，她要不答应，我就扇过去了。不是，她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怎么会有郭靖呢？你说吧，没有郭靖，咱们俩也不会坐这儿呢，是坐这儿。告诉你，黄蓉，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认，但是这个屎盆子不能往我身上扣啊！归根结底，罪人是谁？罪人是陈峰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这个罪过在我身上了呢？他是不是罪人，我不管，我在乎的是你，郭靖，你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小人？我和陈峰离婚的勋功章上有你1半的功劳，小人，你就是小人，卑鄙！我怎么就是小人啊？这件事情是不是陈峰告诉你的？黄蓉，你就宁愿相信一个人渣，你也不愿意相信你丈夫我。我做这么多事情是为了什么呀？我为了谁呀？你千万别说是为了我，啊！他渣不渣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。你是我的铠甲，这个铠甲怎么就变成了一把杀人的刀？啊！3年前你杀了人，3年后你败露了，警察他就不管了吗？你以为陈峰是我害的？啊？他多渣，你知不知道呀？他渣不渣我不管，我现在说的是你。孩子我不要了，我不生了，生出来他也是个小骗子，不生。不生就不生！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，黄蓉？你为什么要骗我呀？你为什么瞒着我去上了个环儿？他最近没出血吧？出什么血啊？宫内节育器啊，黄主任给他放的，术后肯定没问题。啊，我知道这事。我为什么骗你啊？都是你们逼的。我就不生了，行不行？像您这样不懂得尊重妇女，把黄蓉当成生育机器的家庭，想要孩子，我永远不会同意。谁把谁当机器了？谁也不是机器呀，又不是让你生，你急什么你？不是黄蓉，她是我儿媳妇，我那生个孩子应该的。好，她生不了，那我们请医生帮忙用试管，天经地义的事儿。要是您这么说，郭丽，我告诉你，她还就生不了了。干嘛生不了了？因为我让她上了环儿，长期避孕，听懂了吗？哎呀，听好了，再说几遍都行。那8匹马可能还在你身上，不是你的问题。怀不上孩子，是我上滑了。你不是一手策划陈峰他们出轨吗？瞒着我，我也瞒着你，你瞒我，我瞒你。你听听，多好笑！我为什么改变决定？我为什么要上环？不是因为我想当重度组组长。也不是因为我想事业不要家庭，是因为我怕你瞒着我，把我的避孕药偷偷换成促排卵的药。别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说了？你现在心里难受啊？你觉得被人蒙、被人骗的滋味好受吗？你现在知道了，活在我身上，我不摘了，孩子我不要了。老头不是逼我吗？你告诉他，不生。不过了。什么意思？你骗我，我骗你，这种狗屁日子有什么好过的？啊？有什么好过的？我说100句你不信，陈峰那个人渣说了1句你就信了，解释的机会也不给我，有什么意思呀？这一辈子很长的，这本事得扣我身上扣多久？这过不背了，干脆别过。
意思？你想跟我离？离就离。离。要成为你最爱的人，让眼泪不只是点缀，没有你在，世界索然无味，闭上双眼就看到你的美，轻轻地坠落在回忆的漩涡，闭上眼等待与你重逢的那一刻。曾听说相爱的人就会享受，多久能复婚？明天就可以。明天就。孤单的我却不知你躲在哪儿了。丈夫回不来叫我去顶，这什么奇怪的要求？我哪还有台手术呢？这不剖宫产吗？他害怕，说什么都不听。您什么都不用做，站他旁边给个背影就行。他说你的背影特别像孩子他爸。郭大夫，求你了，就5分钟。莫名其妙，不去。转回去，我不想看到你这脸。我知道哪儿卖作弊的小条，要吗？你这算是搭讪吗？内科学最难考。西门外新开一家串吧，你请我喝啤酒，我把小条全部给你。你们现在男生都这么抠啊？喝啤酒还要女生请客？加个微信我请你。我是老师。老师也能加微信呀？我结婚了。我不信。这个点还不去上课，说明你已经学完了，现在正准备实习。知道内科学不好考，说明你也是临床系的。按照医院和学校的双规定，各科室4个月，内外妇儿各转一遍，附属医院最对口。转到产科，找一个叫郭靖的小气大夫，你问问他，怎么样才能把他媳妇儿约出来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让开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妲己一定要一套才走，你不能跟打消耗，就跟蓝脸王一模一样，你明白吧？哎，从现在起，你不是我男朋友了。为什么？你这么问我是要在大家面前演戏、装装样子，还是你真不知道啊？陈小南，你疯了吧？你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这样了？手机拿出来。干嘛？哎，抢人手机，有意思。你看看这张照片，你看看上面的时间，晚上8点40。我问你，这么晚你跑图书馆门口干什么？学习啊。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大学整整4年的时间，你从来不爱去图书馆。这么晚你跑过去，你在等谁啊？还有这张食堂，你爸爸是武汉人吧？你妈妈是重庆人，你从小又在湖南长大，一家子无辣不欢。学校后边小吃摊辣椒酱都快让你给挤没了，怎么这次偏偏要吃淡得出奇的杭州菜了？啊，好，我就算你是偶尔尝个新鲜，可是为什么要吃这么多天呀？我怎么不知道你变口味了？是不是坐在对面给你照相这个不露脸的姑娘是浙江人，是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。别编了，你能想象出来的所有谎话和假理，我全给你编过一遍了。那你会说前几章我都在胡思乱想，别急，
证据我都给你找好了，来看看这张你在哪儿。我就算你是突发奇想，长这么大没听过相声，如今突然脑子一热就爱上了，你确实是脑子一热呀。你都忘了眼镜片能反光呀，大哥。你看看这张照片，你仔细看看你旁边这位路人甲，你仔细看看他眼镜片里反出来的坐在你对面这个姑娘，是不是麻醉系那个总爱去图书馆、唯一烫了头的杭州姑娘啊？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她爱烫头，我是看到了你们那些蠢到家的破绽，我就是想看看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小妖精把我男朋友给勾走了。你长着一个在宿舍就能理的头发，还偏偏要往美发店跑。来，你看看这张照片，中午12点，这张下午4点了，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，除了烫头，你们难道在做病理活检吗？说得好，好。得亏现在是谈恋爱，省得以后离婚了。谢谢啊，难得呀，带了大家这么久的课，第一次有掌声。今天是大家最后一堂课了，从下个星期起，你们就正式开始实习了。友情提示啊，这医院可不是学校，谁要是敢在一线上面粗心犯了错，我可不念你们今天鼓掌的好。别虚，这学习本来就苦就累，要是都跟谈恋爱一样美好甜蜜，这黄彩云老师就不会回回都点你们的名了。最后一章，今天讲多巴胺。大夫，我不是接生，他是。女孩啊！啊，恭喜你们啊，是男孩。哦，哎，真是太好了！哎，你看，你看。哟，罗主任总亲自上楼来了。说人话，小心我天天给你排演吧。住院总医师，3个人里头一定一个。郭靖吧，业务口碑、敬业程度，他都最合适，举先不避亲。书上的内容呢，就到此为止。刚才在下面睡觉的啊，偷偷发微信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到了医院以后，可有你们补课翻书的时候。来，我们老规矩啊，10分钟问答，谁有什么想说的，尽管举手。你先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实习结束以后想留在院里难不难呀？这个不能问我，以后谁带你问谁，或者问医务科，他们最清楚了。能不能留，他们都会实话实说。根据我的经验啊，这各科室如果有名额，人少的呢就看表现，人多的就拼成绩，拼状元呗。还有吗？你来。黄老师，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个科，内外妇儿那么多。你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哎，亲爱的，急诊和产科你就别去了，他们那儿要的全是女疯子，手术一做就是1天，说话走路跟打仗放炮似的，你肯定受不了。哎，要是怕累，儿科也不能去啊，全国劳碌命最集中的地方就他们那儿了，是吧，黄老师？哎，黄老师，我正好有个问题。你说。他们都说到了医院就单身了，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打电话。我想问，是不是真的？你是单身吗？是。坐下吧。咱们医院呀，跟别的医院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别的医院累，咱们医院比别的医院更累。女的当男的用，男的当牲口用。当然了，想谈恋爱那是你们的自由。哎，友情提示啊，如果你们有朋友怀孕了，记得去产科的时候带上你们的学生证，反正都是同事，人多好办事儿。去产科的时候记着啊，千万不能找一个叫郭靖的郭大夫，他嘴巴大，要是他知道了，圆圆都知道了。
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好了，祝大家前程似锦，咱们医院见。几点了？急啥呢？哎呀，回去得给媳妇儿做饭。你说菜市场跟水产摊非不在一个地方，你说那么着急吗？有啥好日子啊？心中有媳妇儿，天天是纪念日。黄蓉今天下课，我得回去给她做饭。哟，吃饺子呀？哎呀，西红柿炒鸡蛋，先放哪个后放哪个不重要，关键是这火候。土豆烧牛肉，牛肉好了再放土豆，要不然就像我上回那样全糊了。这宫爆鸡丁，丁不能大也不能小，炒好说，关键是在这酱汁上。这是什么呀？红烧带鱼，先煎后烧。那个烧是怎么个烧法来的？好好的大夫当什么厨子呀？有我在，怕少你口饭吃啊！过来擀皮。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现在你是住院总，明天你就是副主任，以后呀有你忙的时候。你要是出差去义诊，3、2天回不来，我还天天吃外卖啊。有道理，细水长流。今天我就当带实习生了。你说，哎呦，这行吗？行。我这是不是厚了点啊？厚了改包子吧。那个，你今天上课上怎么样啊？过2天实习季有没有好苗子？按我的标准，5、6、7个；按我姐的标准，3、3、2、2。按我标准呢？你有标准吗？我标准多高啊？要不然怎么把你娶过来当媳妇儿？不倒的酒。先喝点啊。你不想喝，你买那么多酒干什么呀？啊，小云看，我这个是未雨绸缪，你知道吧？又有球赛？最近欧冠淘汰赛，我还买了一个无线蓝牙耳机，用私房钱买的啊，晚上肯定不扰人。一届球赛不超过20天，2箱啤酒24瓶，刨去你值夜班、半决赛、决赛，你也不归宿。平均每天喝2瓶，就你那点小酒量啊，3个小时能喝完1瓶就不错了。你打算天天熬夜啊？当大夫啊，我什么都没学会，我就学会了一点，就是熬夜。我就把自己当实习生了呗，整夜不合眼不就完了？不怕猝死啊？喝酒的危险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5分钟酒精就进入血液，2个半小时身体就全部吸收了。这酒精浓度超过0.1%就进入醉态，伤肝的程度不亚于轻度肝炎。时间久了，轻则神经衰弱，重则智力衰退。你不怕记忆力不好使啊？你说的那是酒精依赖，我这个小喝怡情，大喝才伤身呢。我这也就一怡情，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行，我不唠叨你，等你回头找了新媳妇儿，让她唠叨你去。前妻也是老婆，对不对？你这么关心我，你是不是想跟我复婚？要不然你嫁给我吧。给，自己扒算。钱不是问题，闲也不是问题。你这每天早出晚归的，那我一个人在家，那看电视剧也有看够的时候啊！好不容易赶上这么一个靠谱的民营医院啊，干嘛不去啊？对不对？哎，给我弄一下这个。去，愿去你就去啊。哎，你说，你说黄蓉
跟人离了婚了，还住人家家。你赶紧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回来住，不像话。跟他说过了，那他要听话，不就早就回来了吗？啊？不是，以前不这样啊，这两天怎么了？心事重重的。以前能一样吗？以前是第一次离婚，啊，那没什么呀，对不对？顶多让人背后说三道四一点。这是第二次了，第二次他就有问题了。这黄蓉这孩子，你说他这性格是不是得光棍一辈子？哎呀，这现在年轻人，那离婚就像谈恋爱一样轻松，那人家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你再说了，这不是还有郭靖呢吗？就冲郭靖对黄蓉这感情，那复婚是早晚的事儿啊。他俩呀是分不开的啊。哎，你不是还推荐着郭靖去当住院总吗？那你说你有没有私心？哎，老吴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关系归关系，能力归能力。要是他行，我不管他瓜田李下；他要不行，就算是我亲生儿子，我也不可能做那种让别人抽我金针骨的事儿吧。要是别人说这话，我也就认了。偏偏是你也说这话，我心里觉得是一种侮辱。那这不是说笑呢吗？那俩人一辈子了，就不能说笑了？啊，能吗？能，该上班去。还去不去啦？真能吗？哎呀，赶紧上班去吧。真能啊？假的，你别去了。快点回来，早点回来。这个心理学家说过啊，这个开玩笑往往都有认真的成分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啊，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。啊，你特别想跟我复婚，但你黄蓉是谁呀？你面子薄啊，拉不下这个脸，张不开这个口，所以只能以开玩笑的口吻来跟我说，不同意跟我复婚。你想多了，我就是个直筒子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没有半句潜台词。您哪是直筒的，您是一个炮筒的呀！这一着急，这小嘴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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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个不停，对吧？你说那天咱俩吵崩的那天，如果你少叭叭两句，我多叭叭一句，咱俩是不是不用离婚了？说什么呀？说也没用，反正咱俩都离了。记得那天你说过，人的记忆是有偏差的，人往往愿意记住那些自己想记住的东西。我以前说的还少吗？啊，陈峰的坏话我说了不止一筐也有一桶了，你信吗？你哪怕信一次。上学的时候，陈峰这个人就不省心。有一次在图书馆看见他搂着一个女的，旁边路过一个短裙辣妹，他还盯着人女的腿看。你说这种人是什么呀？人渣！我告诉你，人渣也就不过如此。我知道你一直喜欢他，我说什么都是心怀鬼胎，证据确凿多少次你都不会相信的。但是黄蓉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，你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吗？他连实习生都不放过。你听过集邮这个词吗？来，端一个啊！咱们呀都不行，跟陈师兄比啊，咱们就是个处男。哎，知道他那个小本上有多少个妞吗？听他的，那些都是我真爱。来，为陈师兄口中的那些真爱们干一个！干！他说舒心先勾引他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人中之渣，不管他出轨多少次，不管他出了什么问题，他都会说这是别人的问题。明天口腔论坛，去吗？你去吗？你要是去，我死都会去。是我带你去酒店捉的奸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没给他挖坑，我何必给他挖坑呢？这孙子本来就在坑里待着呢，而且他觉得坑里还挺舒服的。媳妇儿，滚开！啊！哎，不是，你找谁？找什么？哎，媳妇儿，这里边没人。找什么？没人。没人，没人，这是鬼啊！媳妇儿，你别冲动，黄蓉，
你俩可以继续滚床单了。你嫁给陈峰的钱，我可以天天去告他的小状，我不怕，我无所谓。那我从非洲回来了，你结婚了，对吧？我还能做什么呀？我说了，是你说我处心积虑，对吧？我做什么你就说我拆散你们的家庭，我说什么你也不听啊。再说，全世界都知道陈峰是个人渣，就你不知道，你是不是傻呀，黄蓉？不信你可以去问问舒心，她不明白吗？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勾引你的老公，这件事情不是我主动的，你听懂了吗？舒心不傻，对不对？啊，她为什么要吃这个什么聪明药啊？她那么有上进心吗？她不知道这些药的副作用吗？是因为陈峰天天的不着家。你说她好端端的一个护士，为什么要去考医师执照啊？是因为她得让自己忙起来，要不然她就要崩溃了。舒心一直在外人面前是假装幸福，为什么呀？全世界都知道她是小三上位，小三辛辛苦苦上了位，没想到嫁一个人渣，不幸福怎么办啊？就只能得忍着。你以为药物成瘾这个事儿，舒心没有跟陈峰说过，但是人渣不在乎，人渣根本就不关心他老婆抽了多少烟，吃了多少药，是不是抽烟，是不是吃药，是不是喝酒。你说这种人不是人渣是什么？他是人中之渣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行了，人渣也是同事，人渣有名字啊。亲爱的，我到医院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找不到你。黄蓉。我这第一巴掌是为自己打的，第二巴掌是为舒心打的。你有病吧你？这第三巴掌我也不知道是为谁，反正你该打，欠打。炸！打得好，解恨，就是打得有点少。要是我我跟你说这事儿就像吃饭，好吃不好吃都已经进肚了，就算是食物中毒，它也回不到吃饭之前了。这事都翻篇了，你还说他干什么呀？你还吃不吃？不吃我收了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不管今天谁洗碗，都不允许催对方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事儿我也就是被你气迷了心了，我就不该答应你什么同居不同房这种馊主意。我自己一个人住多好呀，自由自在的。做人要厚道，我觉得你也需要诚实，你需要真诚的对待我，对吧？这个方式啊，是一个。你赢啊，我也赢，这是一个双赢的办法。你看啊，这1年的租金退不回来了吧？啊，这房子租也租不出去，这离医院又近，有一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天天来给你做饭，多好呀！给你1分钟，吃不完我全倒了。你真计时啊？50秒。不是。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态，对吧？一你是怂了，二你是怕了，对吧？你离第1次婚怂了，离第2次婚怕了，而且你想你自己也到了岁数了，对吧？所以我有个办法去解决，那去复婚呗。37秒。什么叫复婚，对吧？小两口闹了个矛盾，出了个小误会，但是感情还在，底子还在，念想还在，对吧？等女的矜持够了啊，举案在齐眉，这个白头在起，好多好的事情。24秒。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？你别急了，别急了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那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不好？就当你换一辆新车了，你换一辆新车需要磨合吧？你知道油门踩在哪儿，刹车踩在哪儿，这个座椅调到哪儿，这后视镜调到哪儿，对不对？等磨好了，发现这车不合适，不合适之后，我就是那样老生二直接溜走，你说你惨不惨？我都忘了我说什么了。碗你洗锅你刷，下午晚上我还得值班。高老师，再见。哎，我晚上给你送饭呀，咱们共进个晚餐。没空。啊。按照教学任务分配时间，到了科室再由主任决定哪个大夫带哪个学生。如果人多的话，就是一个带几个；如果人少呢，就是一个带2个。明白了吧？明白。不管是不是1对1，该问的都要问，百无禁忌。不要浪费这个时间，安心学习。还有这个毕业论文啊，你想去哪儿？到了科室，心内科。的老师要商量商量。想去乳腺外科。一般要求严格的科找人了吗？都有这个论文资料。找人管用吗？自己把握。你找了。下面呢，我就把同学们分配到哪个科室的名单给大家宣布一下。点到名字的，到我这边来领一下你们的工作牌。感染内科人委
到。血液科李玉溪到。内分泌科石顺光到。骨科张晓东到。妇产科陈小楠。妇产科陈小楠到。来，妇科和产科，你们先去哪一边？哪个都没去。为什么呀？黄彩云，你们不知道啊？全医院最不要命的人全在他那儿，实习生去了什么都不让上手，不是每天旁观就是贴化验单。你们一直愿意贴化验单吗？搞不好还得天天挨骂。黄彩云骂人那么狠吗？知道吗？全中国呀，就这医院的妇产科男大夫多，一半都是没结婚的。你们这些单身的，这次算是有机会了。我听说有个叫曾黎的，特别帅，我要是能跟着他就好了。除了刚才这几个需要做手术的，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个事情啊，关于新实习生的分配问题。原则上呢，我们还是先门诊后病房。如果有特殊情况呢，以带教老师的意见为主，好吧？国静，等回头把这个名单去医务科报一下啊。对。曾理，你这次多带几个人吧。李琦、丁美熙、杨佳、张燕，你们4个跟着曾大夫啊。李飞总、沈鹏翔、郑鹏跟李大夫。张涵组周雪丽啊，跟张大夫。陈小楠啊，你跟着郭大夫吧。好，散会吧。这个我拿着。啊。晚上水煮鱼行不行？好。你们都能吃辣的？别看了，曾黎去的是门诊，你得跟我进病房。再不愿意也就这样。我们产科要的都是炮筒的，说话直来直去，有什么问题就问。如果有问题抹不开面子，不想问的话，我就当你没学了。哎，刚才黄主任说先门诊后病房，咱反了吧？那是前半句，后半句的时候你在玩手机，没听见。后半句就是，如果有不同情况的话，要以带教老师的意见为主。看什么呢？过来。我先带你熟悉一下环境，听好了啊，我只说一遍。那我万一忘了呢？忘了就再问，回不回答看我心情。这边是妇科，这边是我们产科医病学。刚才我们来的那个路上，第一间是婴儿的洗澡间，后面2间是开水房。晚上饿了可以去吃泡面。看哪儿呢？这边，楼梯间，男朋友来了可以进去谈谈心，说说爱。但里面有摄像头，你自己掂量着看吧。走到头左拐是我们的淋浴间，红灯亮就里面有人，绿灯亮了随便进，但不能进去干坏事。啊，哎，来新人了啊，随便骑。好，老公吃饭啊。去里面可以发个短信，说什么我爱你，我想你，但是我特别忙，你就别来烦我了。我没男朋友。以后呢？暂时不考虑。我告诉你啊，别在我这装，要装去主任那儿装。我们是大夫，是人，又不是机器，该谈就谈。还有什么问题？现在病人都不好打交道吧？医疗纠纷多不多啊？哎，那个12床，我们一会儿过去，好不好？10分钟，你跟人说一声。啊，好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给你派的都是好活，家属一个比一个还好，顺便还给你送购物卡。您这是考验我了吧？哎呦，你该拿就拿，该不拿就不拿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跟我也没有关系。反正一般我都不拿。您和我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。跟着我是你的荣幸，我睡10分钟一会儿叫我。好的。确实是随机抽的。哦，产科，带他的老师叫郭靖，对，就是以前受过处分的那个，现在是住院总了，而且患者的群里口碑啊还真的不错。
反正您的意思没人知道。明白，明白。动手啊！他说疼，还揉吗？就是因为他疼，他自己下不了手才叫你揉，不怕外面流血，就怕里面有血块。揉。啊，那个一会儿我帮您处理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哎呦哎呦！你又怎么了？不行了，我晕血。晕血你还能当大夫？那个，师傅，要不我换个科吧？我去那个康复或心内都行，我不想在这儿待了。你等一下。我不行。请讲。帮我拿大剂量的醒脑镜，再拿个注射器，有人晕血也快好。好的，可以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